相信大家过年的时候，一定家家户户都会准备了年糕。很多人就烦恼说，过年后我年糕应该怎么处理呢？现在胖妈有2种煮法，要今天跟大家分享。所以我第一种煮法，我就先切成一半，真空包的哈，拿刀子把那个真空薄膜把它剔掉。不常拿刀的人要把刀子拿稳哈。切一半之后呢，我现在先做的就是用馄饨皮，没有听错，是馄饨皮啊，不是水饺皮哦，是馄饨皮。大家看，这馄饨皮呢，这是在一般市场制面的店才有在卖。然后他会用牛皮纸先包起来，没有包完的话，店家是建议说整个一样像封住放冷冻，想要吃的时候再把它退冰就好。这是大张的馄饨皮，先切这样子，再对切，再对切。我说厚度不要太厚。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在比较厚的时候对切。然后把切好的年糕一块就放在大概馄饨皮的中央，这样子，上下左右，然后再把它这样子对折过来。最后这一个呢，要沾点水，像包水饺一样沾点水，让它粘住。到时候炸的时候，它比较不容易分开。我建议大家用比较不粘锅的平底锅煎。不要等热锅放，你看它有没有吱吱作响的？我切记不要太大，稍微要翻一下。如果一些没有经验的人，他不知道年糕到底有没有熟成，可以拿一双筷子戳一下。如果觉得年糕还硬硬，表示里面还没有软。这是我家里现有的，所以不一定要用什么中筋面粉、酥浆粉。加这个的话，它吃起来就是酥酥的啦。这2种粉下去拌。那调的话，水的比例我说没有很一定的比例。我们的调法就是粉放下去之后，慢慢的，你的加水之后搅拌，看你想要的浓稠度有没有？它这个酥浆粉就是感觉就是会黏黏的。总之要调这个粉的话，我们加的水就是慢慢调，调起来是不是它勾勾呢？有没有像勾勾的？好，这样子就可以了，就可以把年糕放下去沾粉，要炸的年糕下去沾粉。既然是要油炸的，这个油就要多一点点，煎的话可以少一点点。炸的时候要有点空隙，我们要记得放下去的先后顺序。你先放下去的话，你要先翻锅。这个黄色是它本身酥炸粉的颜色。在家里我们自己炸东西，不要大火，大火那东西就容易焦掉。炸东西的时候，我们要比较不停的翻搅一下。如果的受热面积不一定固定在那边不动的话，它就很容易焦掉。好香。包起来是不是刚好可以中和一下、淡化一下那个年糕的甜味？对，年糕本身很甜，所以它煎的那个皮薄薄脆脆的，刚刚好。之前说不能用水饺皮，是不是因为水饺皮太厚了？它煎起来不是酥脆的。亲戚朋友来家里聚餐的时候，
大家炸一锅，大家共享，就是胖妈小时候就有的煎年糕的做法。过年过后，你想在市面上看到年糕机会很少，很难。拜完之后真的不知道怎么处理，尤其现在人就是糖尿病啊，什么三高的啊，年糕吃的比较容易胀气，所以建议一些肠胃不好的人，就是不要一次吃太多。这一个做法的坏处就是你没办法拿捏你外层皮的薄厚度，但它的那个粉是多了一种面粉香。可是如果是我的话，我会比较喜欢就是馄饨皮那样子，就比较不会有这边厚然后那边薄的感觉。当然是馄饨皮比较容易啊，拿来包一包，对不？水沾一下，马上就煎啦。我觉得我反而这样比较吃不太到年糕的味道，就是它整个口感都被那个粉的那个感觉抢走了。是不是吃个几片就干嘛就罢？因为它是年糕。那刚好现在拍这个片，就是让你们如果有年糕的时候，怎么样可以来制作年糕的吃法。今天年糕的制作2种方式就在这里分享给大家。如果喜欢这部影片的话，可以帮我们按赞。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